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网友点评许我要演赵露思，处处不提，处处在喊话诚意。许我要演之后，赵露思成为当之无愧的现偶女神。内娱的古偶剧比现偶剧更容易出圈，但是赵露思却连爆偷偷藏不住和许我要演2部现偶。赵露思从出道初期就有自己独特的风格，深受观众喜爱。同时，她的心路历程与杨幂有几分相似，有多少人喜欢她，就有多少人黑她。在许我要演中，赵露思再次展露了自己的语言天赋，她的原声台词很具感染力，反而剧中配音部分让观众不适应。对一位有实力的演员来说，原声台词更有契合度。赵露思在许我要演高中时代原声戏份和新闻播音更是封神。早在传闻中的陈芊芊中，赵露思就在普通话和方言之间来回切换，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。在赵露思凭借原声台词出彩的同时，程毅却陷入原声风波。在《富山海》播出后，程毅的风评急剧下滑。程毅的演技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他的职业态度遭到了质疑。在《富山海》中，他的台词模糊不清，如果不看字幕，观众很难听懂他说的是什么。并且程毅在剧中边看剧本边拍戏，连台词都记不清楚，怎么能体现出角色的感情色彩？程毅台词含糊不清，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对台词不熟，没自信。其实程毅的台词已经成了他的短板，剧组只是一味的给程毅找理由，并没有帮助他从自身做改变。现在好多年轻演员都以原声出镜为荣，使用配音渐渐不被观众接受。老一辈的演员除了演技出彩外，台词功底更是出色，可以说台词不过关，永远也不会成为一名实力派演员。许我要演中，陈伟霆虽然是配音，但是毫无违和感。像程毅这种演员，老老实实采用配音就好了，不要一方面宣扬自己原声出镜，一方面原声又非常拉垮，到头来适得其反。网友点评许我要演赵露思，处处不提，处处在喊话诚意。赵露思凭借许我要演的热播，再次巩固了自己现偶女神的地位。要知道，在内娱市场，古偶剧因为造型华丽、情节梦幻，一向比现代爱情剧更容易出圈。但赵露思却凭借偷偷藏不住和许我要演2部现偶剧连连爆火，足见她在观众心中的认可度之高。不少网友评价许我要演让赵露思展现了演员最难能可贵的一面真诚。她没有用力过猛的表演，也没有陷入甜宠套路的老路，而是把一个在青春和现实夹缝中成长的女孩演得鲜活又真切。尤其是她的原声台词，让人刮目相看。赵露思的原声天赋，其实早在传闻中的陈芊芊中就已显露。她能在方言与普通话之间自如切换，精准拿捏语气的轻重缓急。在许我要演中，她高中时期的青涩语气、播音时的专业感，都让观众完全沉浸在剧情中。正因为如此，当剧中出现配音部分时，反倒让不少观众觉得出戏，更凸显出她原声的自然与感染力。赵露思用实力证明，演员真正的魅力不只是脸蛋和流量，而是能让角色开口说话的那份真诚。她的语气、语调、呼吸节奏都融入了角色灵魂中，这种能力是很多演员梦寐以求却难以企及的。然而，就在赵露思因为原声受到一致好评时，程毅却因为台词问题陷入了争议。《富山海》播出后，观众对程毅的表演评价2极分化，有人夸他眼神细腻，情绪控制得当，也有人批评他的台词含糊，咬字不清，甚至怀疑他拍戏时看剧本记不住台词。对于演员来说，台词功底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。老一辈演员常说，
台词是表演的骨架。当演员连台词都说不清楚，再多的表情管理也都是空架子。程毅的演技其实并不差，他的眼神、节奏感都不错，但台词的短板确实影响了整体观感。观众不是苛刻，而是希望看到他能更用心地打磨细节。相比之下，许我耀演中陈伟霆虽然使用配音，但效果却毫无违和感。配音演员与角色完美契合，情绪衔接自然，观众几乎察觉不到违和。这正说明原声不是演员的勋章，而是能力的体现。如果原声无法达到角色要求，使用配音反而更能维护作品质感。有网友直言，像程毅这种演员，应该老老实实用配音，不要一边强调自己原声出镜，一边又让观众听得满头雾水。这句话虽犀利，却也不无道理。原声台词并非人人都能驾驭，尤其在情绪浓度高、语速快的场景下，没有深厚台词功底，很容易露怯。现在越来越多年轻演员以原声出镜为荣，观众也逐渐对台词不过关的表演零容忍。过去我们看陈道明、张丰毅、巩俐、斯琴高娃这些演员，哪一个不是台词功底扎实？他们不靠后期修音，不靠剪辑救场，凭的就是开口即戏的实力。赵露思的成功是她真诚对待角色的结果，程毅的争议也是一种提醒演员不能光靠热度和情绪堆叠，更要扎实基本功。一个好的演员不仅要演得动人，更要说得动人。或许赵露思的耀眼正是在提醒同行，真正的光从不靠噱头，而是靠实力点亮。许我耀眼播出后，赵露思再一次以实力和热度双收的姿态，稳坐现偶女神的宝座。与其他依靠古装造型出圈的女演员不同，赵露思偏偏选择了最难拍、最容易被挑剔的现代爱情题材，却能连续凭《偷偷藏不住》和许我耀眼两部剧大爆。这不仅是人气的体现，更是观众对她演技与真诚的认可。在许我耀眼中，赵露思的表现可以说是返璞归真。她不再依赖夸张的肢体动作或套路化的甜宠表达，而是通过眼神、语气、语调，细腻地刻画出一个青春懵懂、逐渐成长的女孩。尤其是她使用原声台词的部分，极具感染力。那种真诚、带着呼吸感的台词表演，让观众能直接感受到角色的情绪变化，也让人重新认识了赵露思的实力。其实，赵露思的语言天赋早已在传闻中的陈芊芊中初露锋芒。她能灵活切换方言与普通话，语气拿捏自然，不仅让角色更生动，也让剧本更接地气。许我耀眼中，她在新闻播报场景里的专业感，在情绪爆发戏中的节奏感，都恰到好处。观众甚至评论，她一张嘴，角色就活了。这说明赵露思真正理解了台词是演员的第二张脸这句话。反观程毅，却在同一时期因为《赴山海》的原声风波被推上舆论焦点。观众质疑他的台词含糊、咬字不清，甚至传出他拍戏时频繁看剧本，记不住台词的传闻。尽管他的表演细节仍有可取之处，比如情绪节奏掌控得不错，但说不清楚话的问题确实削弱了角色的感染力。一个演员如果连台词都没能处理好，再深的情感也难以打动人。有网友犀利的评论，赵露思用声音诠释角色，程毅却被声音拖了后腿。这话虽重，却点出了关键。现在的观众越来越看重演员的原声实力，不是因为形式上的区别，而是因为原声更能传递真实的情绪。很多老戏骨之所以让人信服，正是因为他们开口即戏，每一个音节都蕴含着情绪力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许我耀眼中陈伟霆虽然采用配音，但观众并未产生违和感，反而觉得自然流畅。这正说明原声与配音从不是优劣之分，而是合适与否的问题。
如果演员的台词功底尚未成熟，适当使用配音反而能让角色更完整。而一味强调原声出镜，却拿不出应有的表现，只会适得其反。赵露思这次的成功，不仅是角色讨喜，更是她在表演态度上的真诚与踏实。她用细节诠释情感，用语言塑造灵魂，这种实力是她从甜宠女主成功转型为实力演员的关键。而诚意的争议，也可以看作是一次警醒：流量可以一时助推，但唯有基本功才能立身。娱乐圈从不缺热度，缺的是耐心与敬业。赵露思用作品证明，演员的光不在喧嚣，而在扎实。她的耀眼，不是因为她站在聚光灯下，而是因为她自己就是那束光。诚意若想重拾口碑，也许应从最基础的台词训练重新出发，让观众在她的声音里再次听到真诚与力量。